2021年12月，尼加拉瓜宣布和中华民国断交，这已经是尼加拉瓜和我们的第2次断交了。特别是这2次断交的尼加拉瓜总统都是同一个人，鬼刚这位尼加拉瓜总统是看我们特别不顺眼吗？为什么一直跟我们断交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尼加拉瓜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去年底尼加拉瓜断交之后，中华民国的邦交国数量只剩下14个，再创新低哦。而除了担心外交孤立之外，许多媒体也注意到了2件有趣的事实。第一，这已经是尼加拉瓜第2次跟我们断交了。第二，上一次和我们断交的总统和这一次断交的总统居然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丹尼尔·奥蒂加。但上一次的断交已经是1985年的事情，也就是民国7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都还没有解严呢。而这位奥蒂加的政治生涯也太长了吧？这位尼加拉瓜上一次为什么要和中华民国分手？后来为什么复合了又再度分手呢？我们团队研究之后发现这可能要从这位奥蒂加总统的政治生涯开始说起了。不过在开始之前呢，还是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平常上网买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花很多时间到各个网站比价，但最后还是不确定买到的价格是不是最划算的呢？别担心使用 BigGo 比个购网站呢，就可以让你轻轻松松比价无负担。BigGo 是一个台湾本土的比价网站，无论是服饰、3C、家电或日用品，只要网络上面有上架的商品，都可以在上面比价。在首页输入想要找的品项，就可以直接看到最低价的几个平台，还可以开启隐藏缺货商品的功能，让比价变得更加轻松。而在网站上面呢，还可以看到商品2年内的历史价格资讯，商品的收藏功能，还会在价格变动时自动通知你，让你聪明选购，不买贵。而此外 ，BigGo 还有一个特别的服务只要在 BigGo 有合作，而且有 B 这个符号的电商消费，就会有现金回馈，累积达到100元就可以申请提领。现在就点开资讯栏连结，下载 BigGo App， 聪明比价，轻松领回馈。在正式开始介绍那位总统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正视一下我跟我们断交的尼加拉瓜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尼加拉瓜位于中美洲，北边是洪都拉斯，南边则是哥斯大黎加，面积为13万平方公里大约是 3.5 个台湾的大小。而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人口呢大概是630万人，人均 GDP 是2000美元，在美洲属于后段班。如果以人类发展指数来排序的话呢，是全球的第128名。而尼加拉瓜的政治制度是总统共和制，1任5年，没有任期的限制，连选就可以连任。而现任总统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奥蒂加，而现任副总统呢，则他的太太穆里欧。奥蒂加所属的政党是桑定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是桑解阵。而这个政党呢，是以左派反美为特色，党名的桑定呢，其实是一个人名指的是尼加拉瓜的民族英雄奥古斯托·桑定。而桑定和奥蒂加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但桑定却大大的影响了奥蒂加的政治生涯。1912年到1933年的这段时间呢，尼加拉瓜被美国军事占领，而当时美国的驻军对尼加拉瓜有着直接的影响力。而桑定从1927年开始打游击战，反抗美国势力的介入。那由于桑定带来的压力以及美国自己的经济大萧条，因此1933年美国从尼加拉瓜撤军，而桑定也因此被视为是反美的民族英雄。不过就在美国撤军的隔年，桑定就被暗杀了，派人暗杀他的苏木萨家族呢，后来还发动了军事政变夺取政权。而尼加拉瓜也进入了长达43年的苏木萨家族统治时期。这段期间的统治者呢，要么是苏木萨家族的人，要么就是苏木萨家族的傀儡。而且由于苏木萨家族反共因此获得了美国支持，也跟当时的中华民国维持不错的关系。不过这段时期的独裁政权呢，也引发了许多尼加拉瓜人不满，而其中一个反对势力就是桑定民族解放阵线。桑定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于1961年，希望借由民族英雄桑定的形象来号召人民。而在桑解阵的成立早期，奥蒂加就已经加入了桑解阵，当年他也才大概只有15、16岁而已。而成立的初期的这个桑解阵呢，是一支游击队，打算借着这个武装革命来推翻苏木萨家族。为了支持革命事业，奥蒂加不但抢劫过银行被拘捕过，还跑去古巴接受游击队的训练。而经过了10几年的努力，在1979年，苏木萨家族终于被推翻。而这个时候，奥蒂加已经不再是青少年，而是30几岁拥有大好未来的青年。他不但是组织的骨干，还进入了临时军政府的5人委员会当中，成为了尼加拉瓜的实质领导人。
而军政府才刚上台的时候呢，跟美国卡特政府的关系还行。不过等到1981年美国的雷根总统上台之后，美国还有尼加拉瓜的关系就开始恶化。美国政府还资助了反政府的游击队，而军政府的人呢，本身也是游击队出身的，几乎可以说是我游击你的游击。而据说呢，中华民国当年也跟着资助了游击队哦，这也埋下了第一次断交的种子。1984年尼加拉瓜举行总统大选，奥蒂加当选总统，而1985年就职之后，马上就宣布和中华民国断交。这次的断交其实蛮合理的，毕竟中华民国之前还背刺过人家哦，会不爽也是正常的。但奇怪的是，为什么后来尼加拉瓜又会和中华民国恢复邦交呢？在奥蒂加就职之后，美国便开始对尼加拉瓜实施禁运，造成尼加拉瓜的经济长期不振。而1989年的总统选举，由于经济表现欠佳，奥蒂加也因此落选，比较亲美的候选人赢得选战。而隔年新的总统上任之后，美国停止禁运措施，尼加拉瓜也宣布和中华民国恢复邦交。而奥蒂加的落选使得奥蒂加和美国的新仇旧恨又多一笔。从奥蒂加的角度来看，美国一开始先是支持独裁的政权，好不容易他们推翻独裁政府了之后，却资助游击队，导致国家陷入了10年的动乱，而奥蒂加还只当了1任总统就落选。而落选之后，奥蒂加没有因此放弃政治，反而是越挫越勇。只要尼加拉瓜有总统选举，候选人就一定有奥蒂加。而我们的宋省长选过4次总统呢，已经觉得很多了，没有想到呢，奥蒂加到今天呢，竟然已经参加过了8次的总统大选。经过连续3次的选输10几年的在野，奥蒂加终于在2006年赢得选举，并在2007年上任。其实奥蒂加在2006年的选举得票率并没有特别高，之所以赢得选战，主要是因为对手政党的内部分裂。不过在野的这些年呢，完全没有削弱奥蒂加的政治野心，相反的，奥蒂加的思想越来越偏向独裁，也开始和其他的独裁国家当起好麻吉，像这个委内瑞拉、俄罗斯还有中国。早在2008年，奥蒂加就有不良记录，他在地方选举前取消了反对党的参选资格，派警察去搜索政治团体的办公室，甚至还有记者的家。而2014年，奥蒂加还推动修宪，废除总统任期的限制，为日后的连任铺路。而2016年，奥蒂加不但顺利连任，还找太太穆里欧一起搭档，一个当总统，一个当副总统，让尼加拉瓜呢越来越有家天下的感觉。而2018年，他还派人镇压了一场示威游行当中，导致了这个300多人的抗议人士丧命。但虽然尼加拉瓜变得越来越不民主，但特别的是，奥蒂加并没有在2007年上任时就和中华民国断交，反而是经过了10几年，到了2021年才断交。难道是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吗？断交的近因可能是去年1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选举前，尼加拉瓜政府逮捕了许多反对党的候选人，也有政治人物被迫流亡海外。而西方媒体不断的谴责奥蒂加的独裁行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甚至还在推特上说，这场选举将没有公信力可言。而中华民国外交部也有发相关的声明。选举之后，奥蒂加再一次胜选，但许多国家拒绝承认选举的结果，而美国也还再一次的祭出了经济制裁。尼加拉瓜为了表达抗议，则是宣布退出美洲国家组织。虽然奥蒂加的独裁也不是1天2天了，但这次国际社会的谴责几乎可以说是最严厉的一次。而经过1个月之后，去年的12月，尼加拉瓜就宣布和中华民国断交。而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点断交呢？有美国官员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尼加拉瓜在国际越来越孤立，因此需要独裁大国中国的支持，也有可能呢是奥蒂加想要借由断交来向美国表达不满。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一期，请记得按下订阅，我们会不定期的制作像是这样子的国际议题影片。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回到正题以前我们团队做过一支影片，讨论和我们断交的那些国家后来过得还好吗？那个时候我们把跟中华民国断交的国家分成了3大类，其中断交又复交的情况呢，其实是比较少的，而尼加拉瓜这种断交、复交又断交的状况呢，又是更为特殊。其实从尼加拉瓜的这个案例可以看到，2个国家的外交关系并不是单方面努力复苏、努力维系就可以成的，还有其他很多的因素会带来的影响。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一次的2次断交事件其实也不怎么意外，因为当奥蒂加总统与独裁越走越近，似乎就注定了尼加拉瓜和其他民主国家会有冲突，而尼加拉瓜也和独裁的中国越走越近。而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南美洲长期被视为美国的后花园，在美国的支持之下，
中华民国大部分的邦交国都位于中南美洲，不过尼加拉瓜刚好是一个反例。尼加拉瓜和美国有许多相爱相杀的过往，所以中华民国跟尼加拉瓜的关系其实也是在反映美国和尼加拉瓜的关系。而当尼加拉瓜和美国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也很难做些什么来挽留他们吧。好的，那最后我们想问大家你们觉得尼加拉瓜断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中国的威逼利诱要求我们的邦交国跟我们断交。 B. 美尼骄恶美国既然弄我，我就弄你。 C. 奥地加走向独裁，民主跟独裁本来就很难相处。 D. 我们其实有外交失误，不能够怪大环境。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尼加拉瓜为什么会断交2次。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和我们断交的那些国家后来过得还好吗？以及中华民国的独裁好朋友史瓦蒂尼的故事。那么今天的 GCC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